那人家是非常不高兴，一切责任均在美方。最后这个事情还闹到了奥巴马那儿，奥巴马嘛，也就是非常文明的比了一个中指，滚一边去。金正恩大元帅自从发现比特币能来钱以后，发射了90枚导弹，数量是过去10年的总和。2022年3月22号，一个在新加坡游戏公司工作的高级软件工程师收到了一封邮件。他打开一看，是个工作邀请，竞争对手打算用高出他现在薪水的50%的价格把他给挖过去。那还不去啊？这个工程师老哥心想，我的亲娘啊，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因为他现在服务的这个公司这段时间的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也是骑驴找马，打算跳槽。但是其实也就是几个月前这位大哥服务的公司还是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因为他们的公司出了一个爆款的网络游戏，叫 Axie Infinity。这个游戏我玩过它这个游戏上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加密货币买他们游戏里面的宠物 Axie， 然后呢就用你的宠物和别人的宠物交战，赢的那一方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加密货币。你想因为当时疫情，大家封城在家，也没有别的事情干，而且玩这个游戏又可以赚一点加密货币，所以当时这个游戏就炸开了。新加坡人口是545万 ，Axie Infinity 当日活跃用户一度达到270万。他们这个平台的加密货币价格在2021年11月份达到了峰值160美金一个可是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Axie Infinity 就没有什么人玩了，他们的加密货币的价格也是腰斩再腰斩。确实他们现在一个 token 也只有10块钱了。看着这个大船要沉那船上的各种软件工程师还不想来赶快跳船，这就有了我们刚开始说的那封邮件。一切都那么的顺理成章，而且邮件里面说合同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看过没有问题就可以签约，下个月上班。这样的附件换做你会不会打开可是这是一份假的工作合同，里面被植入了木马， Axie Infinity 的加密货币的密钥被盗走了。发这封邮件可不是你想的住在什么尼日利亚的小王子，而是北朝鲜的黑客特工。他们一次性盗走了6.2亿的美金成为人类历史上第3大的劫案。金正恩大元帅这一下是挖到金矿了。北朝鲜就是那个 Hermit Kingdom 什么 Kingdom？ Hermit Kingdom North Korea, the so-called Hermit Kingdom. The Hermit Kingdom. Hermit Kingdom. 你没听过没有Hermit Kingdom 呢，指的就是隐士王国，通常就是指一个国家有自闭症。国家还可以有自闭症你还真别说，这种国家有事没事就把国门关上，不跟别人来往。那你按照你这么说那朝鲜确实是一个 Hermit Kingdom，但是人家确实有这个资本朝鲜其实本身就各种资源非常丰富，要是关起门来自己过那种什么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朝鲜要是想过体面的生活也没有可能，因为有一些东西朝鲜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石油，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制造任何高科技的产品。你比如说朝鲜现在不是要搞什么核弹嘛，对吧？可是周边相关的东西大到火箭，小到电脑 GPS， 朝鲜是一样都做不出来。所以虽然国际社会对朝鲜各种制裁禁运，朝鲜还是偷偷的要和外界接触，想办法搞来那些东西。而这就需要美元，因为在其他国家的眼里朝鲜政府发行的那个纸钞那就跟废纸一样。那朝鲜政府要怎么弄钱呢？这个在新冠之前朝鲜从外面世界弄到美金的主要方法靠的就是出口贸易。这个国家都这么穷了，还有什么好卖的那你别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係爛船仲有3根釘。朝鲜的出口有4大卖点：卖煤、卖人、卖违禁品、卖风景。先说这个煤一般的中国人都觉得咱们中国很多煤，对吧？然后遍地山西煤老板。可是现实中中国的煤其实已经早就不够用了，要靠大量的进口才能保证火电站能够发电。而朝鲜就是主要的进口国，朝鲜一年向中国出口2400万吨煤，而这些煤大约能给朝鲜换来12亿美金。
朝鲜另外一个换美元的方法就是对外出口劳动力。朝鲜政府啊，在中国、越南、柬埔寨、欧洲啊一些国家开了超过100间餐馆啊，这些饭店的服务员、厨师啊，都是来自朝鲜。你这个边吃个饭，人家边给你跳个朝鲜舞，也美得很，是吧？当然，开饭馆挣钱啊，那都是小钱，100间餐馆也用不了几个人。大头啊，其实是建筑业的劳务输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估算，新冠之前啊，至少有10万的朝鲜人被外派到世界各地打工。有一些人去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砍树，有一些人到了非洲当建筑工人。真的假的？真的。你比如说啊，纳米比亚国家大会堂和独立纪念博物馆，那都是朝鲜工人修的。当然了，还有人被派到中国大陆工厂里面踩缝纫机啊。但是不管他们去干什么，相同的是他们工资都极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啊，可能只有几个美金，其余的劳动报酬都进了朝鲜政府的口袋。每年大约创造20亿美元的收入。再接下来啊，就是卖违禁品。江湖传言啊，朝鲜在世界各地的驻外机构，除了收集情报的功能以外，他们还要完成一个 KPI， 就是通过外交领域通道走私各种违禁品，比如说毒品、枪支，只要你付得起钱啊，就没有朝鲜政府他不敢卖你的。其中最出名的一次啊，就是朝鲜在2003年一次性向澳大利亚走私了125公斤的海洛因，然后他们又不小心出包被抓到了。最后啊，就是这个卖景点了。其实啊，就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到朝鲜观光旅游嘛，换来的收入能给金正恩赚点零花钱。以上这个4个卖点啊，在高峰时期一年可以给朝鲜带来45亿美元的收入啊。可是啊，这一切在2017年发生了改变。2017年，不就是川普当总统那一年吗？你说的没错。为了庆祝董王登基啊，远在朝鲜的金小胖那是不停地点着烟花爆竹啊。可惜川普川大爷他不了解亚洲文化，他不知道人家在祝贺他。他对朝鲜啊用真心换绝情啊，发起了最严厉的制裁，还把我们的金小胖叫火箭人 Little Rocket Man Little Rocket Man。 所以这个煤不好卖了，劳务输出也不好干了。这个制裁啊，还捎带手连累了我们这个华为大公主被软禁了3年啊。这个我有点扯远了啊。被董王这么一搞啊，小胖每年挣的就少多了嘛。可是到2020年，小胖的出口生意就彻底歇菜了，因为新冠关闭国门，连每年仅有的那么一点外国游客都没有了。其实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嘛，正好小胖可以少吃一点，减肥。可是小胖想，苦了自己不能苦国家，咱们核弹还没有搞出来呢。他灵机一动啊，想出了一个办法。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你，你要端正态度，搞不好思密达还在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就要从2014年说起了。那个时候好莱坞啊出了一部电影叫《The Interview》，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一对美国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对吧？在 CIA 的要求下，去朝鲜采访金正恩。他们想要采访金正恩，就让他们采访啊。这个在电影里啊，咱们的大元帅金正恩大元帅是他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端正态度啊，搞不好思密达也在看我们的节目，也邀请我们去，你知道吗？说回这个电影啊，他们到了朝鲜以后啊，就要借机啊找机会去刺杀金小胖。整个剧情啊搞笑欢蛋，打分呢也不是特别高，豆瓣6.5，算还可以了啊。可是你知道咱们朝鲜的同志都爱哭啊，是吧？动不动就抱头痛哭，幽默感不是那么强。而且你拍我们这个大元帅，我们的领袖啊，是不是这么一个电影，你打分才给打6.5，那人家是非常不高兴。一切责任均在美方。朝鲜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啊，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审查和修改这个电影。最后这个事情还闹到了奥巴马那儿，奥巴马嘛，也就是非常文明的比了一个中指，滚一边去。那朝鲜政府看软的不行了，咱就来硬的嘛，是吧？直接利用黑客技术闯入了索尼的服务器，然后就威胁索尼啊，你要把这个电影给我改了。当然了，索尼也非常文明的比起了中指。最后啊，朝鲜黑客弄坏了索尼公司网络上面的几千台电脑，
然后还把索尼啊一些已经拍好但是还没有上市的电影片花给漏了出去。这个攻击啊，直接导致索尼几百万美金的损失啊！2014年几百万美金也不是个小钱，但是朝鲜却好像没有获得任何好处，感觉就有点像小孩子吵架过家家，你不小心碰了我一下，我就到你家门口拉个粑粑。但是啊，这是第一次朝鲜自我验证了自己的黑客实力啊，那粑粑是又长又臭。到2017年啊，董王开始制裁朝鲜了。金小胖就想，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得让那些黑客想办法弄点钞票花花。所以他们就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黑客攻击。这次啊，他们瞄准了 Windows 系统。你不要乱说啊，比尔盖茨可能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那不会，那不至于。盖茨爱去的那个小岛上面是不通网的，他看不了我们的节目。这次啊，朝鲜的黑客们在 Windows 系统里面找到了一个漏洞。全球所有的 Windows 的用户，如果你中毒了，只要打开电脑就会看见一个红色的屏幕，要用户支付300美金的比特币啊！你看，其实小胖也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让大家付他比特币啊。如果你不愿意付啊，那你就无法解锁里面你电脑里面的文件。在很短的时间啊，全球就有150个国家，20万的电脑中毒啊。英国的医院、德国的铁路、法国的政府部门，而且你说咱们朝鲜的同志没有幽默感吧？他们把这个病毒取名叫 Wanna Cry， 我想哭，好搞笑的病毒名。那最后啊，这个病毒是怎么被解决的呢？对啊，怎么解决的呢？一个英国的网络工程师啊，在朝鲜人做的那个病毒里面找到了一个类似紧急开关的一段代码，就有点像后门。估计是可能朝鲜人也不想把事情搞太大，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当时当 Windows 把这个补丁打好的时候啊，朝鲜人已经搞到了51个比特币了。51个比特币，费这么大劲才弄了51个比特币，那我就按1个比特币6万美金来算好了，那也只有300多万啊。朝鲜的同志想法跟你是一样的，这种一个电脑去投毒，然后等着人来交赎金的方式，确实是没什么效率，就好像一条街上有好多店铺。就这么一家一家打劫过去，还不如我直接拿着枪我去抢银行来钱快，对吧？可是朝鲜人不是要比特币吗？也没有银行提供比特币吧？这个你听我说啊，比特币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啊？因为它匿名，没有人能查到持有者的身份，安全，利用加密技术保证交易的安全，对吧？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去中心化，不依赖单一管理机构啊。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大部分人交易比特币啊，其实还是需要一个交易中心的，而这些交易中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都是不受任何监管。像这种虚拟货币的 exchange 瞬间崩盘或者诈骗的故事有非常多，有机会啊，我挑1-2个很有意思的跟你说一说。说回这些交易中心 exchange 啊，他们跟银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天崩地裂啊，政府都不会像兜底银行那样去兜底那些 exchange。那 exchange 的那些用户就没有任何的保障，所以你买比特币啊，其实你是相信2件事情，一个是相信虚拟货币的未来，另外一个就是相信那些交易中心创办人的人品。那我懂了，金正恩是打劫了那些虚拟货币的交易中心啊。真是聪明。朝鲜啊，从新冠疫情以后啊，就开始疯狂的大量入侵全球大小的虚拟货币交易中心。就2022年1年啊，全球1半的比特币偷盗行为啊，都是朝鲜的黑客干的，一共挣了20亿美元，是当年朝鲜正常出口收入的2倍。所以这一年，我们的金正恩大元帅发射了90枚导弹，数量是过去10年的总和。为什么不这么干，对吧？金正恩大元帅自从发现比特币能来钱以后，那钱都是风刮来的一样。人生1分钟，快乐60秒，大家下周见，拜拜。 경의하는 최고령도자 김정은 동지께서 조선인민군 전략군 화성 포병 부대들의 탄도로켓 발사 훈련을 지도하셨습니다.